重磅突破，江海科学院研发团队成功从特殊植物中提取关键物质，研制万能人造血液，是人类医学史与现代农业科技结合的重大里程碑。李教授，恭喜你！谢谢文所长。你解决了困扰世界医学界几十年的难题，是我们江海乃至全国的骄傲。刚才瑞典医学院给我打来电话，说你的研究成果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医学奖。我们一致认为今晚给你举办庆功宴。先谢谢文所长了，但是今天可能不行，因为我家里给我介绍个对象，我得回去相亲。哦，那这是好事，一定要支持。那我们就改到明天。行，那先谢谢文所长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我记得你的车送去保养了，你怎么去啊？我正准备打车呢。怎么可以打车？老赵，开我的专车送一下。是所长。徐教授，我送你回去吧。哎，不用麻烦了，文所长。这有什么麻烦的？以你的地位和贡献，早就应该配专车了。真不用麻烦了，文所长。要不这样吧，我进您的车开回去就可以了。这样也好，开我的车呢也能安全一点，还能有些面子哈。谢谢。哎，那你去相亲没准备一些见面礼吗？啊，拿了。您看，这相亲怎么就带一袋水果啊？这是我爸妈亲手种的，可甜了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就先走了。好吧。徐教授，开车一定慢一点，有什么事儿一定要给我打电话。你现在可是整个江海的心头宝。好，谢谢文所长。喂，爸，我到他们别墅去了。他跟我说，明天人造血液负责人的许教授也会来参加庆功宴，帮我准备一份厚礼，我要送给许教授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你会不会开车啊？下车！看见了吗？你这台破车把我老板的车都撞坏了。明明是你抢我的车位，怎么反倒怪起我来了？什么叫你的车位呀？我告诉你，明天过后，这江海哪怕是天上掉下来一个钢镚儿，他都得姓冯，你知道吗？你是冯浩文公司的人。那既然你知道我是冯总公司的人，你就赶紧赔钱道歉。这车可是我们冯总新买的，你就赔50万，要不然这事儿没完。50万？你不如去抢。不赔钱你就别想走。我告诉你，在江海可没有人能惹得了我们冯总。我就是找冯浩文的。既然你是他公司的人，那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你赔个礼道个歉，这事儿就算了。找冯总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居然敢让我道歉！你怎么能打人呢？叫人帮忙是吧？哪位？我是许清怡。现在你的……我很忙，有什么话赶紧说。我劝你最好还是亲自下来一趟。你的员工现在……哎呦，我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呢，原来就是个花架子。我告诉你，赶紧赔钱，这50万可1分都不能少，否则等我告诉我们冯总，你就别想活着离开海城。你这是在讹钱。这里有摄像头，你要是再颠倒黑白，我就报警。你报一个试试。明明是人家看到的车位，他抢车位还撞人家，还倒打一耙。就是，这也太不讲理了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可是冯总的秘书，你们一个个都活腻了是吧？在这多管闲事儿。原来是冯总的秘书，难怪那辆玛莎拉蒂的车牌看着那么眼熟。开国产车的小姑娘胆儿也太大了，连冯总的秘书都敢惹。冯总的车一般人躲还来不及呢，
这小姑娘居然还敢往上撞，也怪他运气不好，惹到谁不好，偏偏惹到冯总身边的大红人。你赔不赔钱？明明是你撞的我的车，该赔钱的人是你吧？不赔是吧？我警告你，这车你要是砸了，你赔不起。这不就是一辆破国产车吗？我会赔不起？我现在就砸给你看！你最好适可而止，否则就算你老板来了，也负不起这个后果。你一个贱人，居然敢拿老板来吓唬我！你嘴巴放干净一点儿，就算你老板来了，别废话。这种破车，别说是一辆，就是10辆我也赔得起。你知不知道，你这样做是要负责任的？不就是想要钱吗？这些钱够买你这辆破车10辆的了，剩下的就当我赏给你的。你不服？不服你就去告我呀！我告诉你，我叫孙舒冉，这个名字你可记住了。你等着。你们干什么呢？冯总，你可算来了！我刚刚把车停好，这个女人为了抢车位，她撞坏了咱们的车。你说说，她还讹人先告状，说是咱们抢了她的车位。你可真是会颠倒是非黑白呀！冯先生是吧？我是许清怡，是我爸让我来找你的。原来你就是我爸说的许清怡呀！是我。这是我从……你这一来就撞我的车，什么意思？不是我，你不会因为刚才我有事挂了你的电话，你故意撞的吧？我没有。你知不知道，我这台车光补1块7就几千块，你以为你这一担子水果就能赔偿我的损失吗？这不是赔偿，这是我……行了，我不想听你解释了。既然你已经来了，咱们就说清楚。我们不合适，你呢，从哪里来的就回哪里去。不是，我连续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过来找你，你话都没让我说完，你就让我回去。听我爸说，你是个种地的，你好好看看这个别墅区，再看看你自己的模样，你觉得你配得上我？真不知道我爸是怎么想，居然让我来和你相亲。这女人穿的这么土，居然是来和冯总相亲的。这种不知道哪里的乡巴佬，居然还想攀上冯总的关系，也不撒尿照照自己，配不配？冯总怎么可能看得上他？就是啊，冯总这样的人可是我们天海市所有女性心里的男神，这门亲事我第一个不同意。行，你是大老板，我配不上你，亏我还带了自家种的水果来给你当见面礼。不好意思，我只是全球进口的空运水果，你这份厚礼我不稀罕。就你这些烂水果，给狗都不吃。我爸妈亲自种的水果，你没资格践踏。行了，不就是一袋水果吗？你激动什么呀？多少钱我赔给你？我给你10万块，多的就当是补偿给你的路费了。不用了，留着给你的小秘书买进口水果吧。站住！怎么，冯总还想留我下来吃晚饭吗？你撞了我的车，就想这么一走了之了？那冯总想怎么样呢？是想报警处理还是私了啊？你撞了我们冯总的车，当然是要赔钱了。那你们开个价吧，我赔就是。哎，你赔得起吗？你知不知道，我这台车可是全球限量的，整个江海市就这么一台，你拿什么赔呀？你尽管开价好了，至于我赔不赔得起，那是我的事情，就不劳你费心了。这车头都被你撞凹进去了，想修好的话，最起码要1000万。1000万？怎么，你怕了？现在赔不起了，没钱了。我可警告你，如果今天你拿不出这1000万，我就让你活着走不出江海。好，1000万就1000万，没问题。
不过你刚刚也砸了我的车，你是不是也得赔？这不就是一辆破国产车吗？能值几个钱啊？我既然砸了，我就能赔得起。不过这修好了也是白搭，也不值几个钱。是吗？你最好看看他的车牌。这不就是车牌号好一点吗？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劝你最好还是给你的爷爷奶奶打一个电话，或者是找你家里任何一位有见识的长辈问一问，这种带着特殊牌照的红旗意味着什么？什么红旗绿旗的？这不就是一辆破国产车吗？这能值几个钱？还有啊，你见我们冯总就开这么一辆破车来，你不嫌寒碜吗？就是这车看起来啊，老气横秋的，一点档次没有。开这种车出来找冯总，难怪呀，冯总看不上他。这个年头还有人开这么破的国产车出来相亲，简直是自取其辱。冯总可是商业精英，要是让人知道和他相亲的是开个破国产车的穷人，岂不是啊，让人笑掉大牙？你不仅蛮横无理，还很没有见识。我不跟你解释那么多，我只需要知道这钱你赔还是不赔？赔就赔。你这辆破国产车，我刚才上网查了一下，照红旗的顶配最多也就30万。那是普通量产的家用红旗，我这个可是……车就是车，还分什么家用不家用呢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什么算盘，你不就想多讹我一些钱吗？行，看你这一身穷酸样，我大发慈悲，这台车你也不用修了，我赔你一辆新的。你确定？我当然确定，别说是一辆了，我赔你2辆都可以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那就请大家为我做个证。喂，文所长，我是小许。怎么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？见的人还满意吗？见到了，不过结婚的事儿说来话长，我现在有一个紧急的事情要跟您汇报一下。您借我的车让人给砸了啊！而且砸车的这个人让我赔他1000万，还扬言如果我不赔给他的话，就不让我活着走出江海。什么？好大的胆子！砸了我的车，还敢让你赔钱？对方是谁？他是冯浩。你就是这个小贱人搬来的救兵是吧？就是你砸了我的车，还让青衣赔钱是吗？就是我，我给你20分钟时间，如果你敢晚到1分钟，我就扇他一个耳光。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还有，你知道你威胁的女孩是谁吗？我管你是谁，我不管你是他养的小白脸还是什么，这钱你赔不赔？不赔的话，我就让他好看。赔，不过1000万是不是少了点？我赔你1个亿，但是你要告诉我你在哪，我马上派人把钱给你送过去。你在这跟我吹什么牛啊？还1个亿？你要是真敢赔，我就真敢要。我现在呢，就在江海的别墅区，你现在把钱送过来，也好让我开开眼。冯总，他刚才说要赔咱们1个亿，他真拿咱们当傻子呢。冯浩文，你可真的是找了一个好秘书。舒冉是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，能力出众，比你这种妄想通过旁门左道攀附关系，只知道讹钱的人强100倍。冯总，你就别跟他说那么多了。你看他这样，他就是想赖着不赔钱。我不会赖账，你说多少就多少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一会儿我看不到钱，我就打断你的腿。那可是1个亿呀，他不可能拿得出来。对呀，看他穿的这么普通，一看也不像有钱人，看他一会儿怎么收场。我有的是钱，更不差这点修车的钱，但是我就是看不惯你这种不知天高地厚、自以为是的样子。这样吧，你现在跪下，给我和舒冉道个歉，这件事我就不计较了，也不需要你赔我们修车钱。你不计较，但我要追究。你们快看！他竟然真弄来1个亿的现金，难道
怎么肯走眼了？冯总，您真是太客气了，竟然亲自来迎接。陈行长，您这是？领导让我特意给您送钱来，你有这关系怎么不说呀？如果您说了，别说5000万，就是5个亿，我也得给您办啊。领导啊，我知道了。我还以为你真有那样的本事，弄来了这么多的钱。陈行长是吧？我劝您最好还是打个电话问清楚，这笔钱到底是用来干嘛的，否则后果你承担不起。劝什么？冯总可是领导钦点的，我不给他，难不成还给你吗？冯总，感谢您看上我们银行，那笔5000万的贷款，我行已经特批了，利息嘛，就按最低的给您算。那真是太感谢了。看见了吗？银行行长亲自给我送钱，这就是你跟我之间的差距。喂，周科长，真没想到你们领导居然让银行行长亲自给我送钱。是吗？看来我们领导也很看好唐总你的公司啊！哈，我打电话是要告诉你，明天的庆功宴，只要你好好的表现，再加上我们领导的支持，你和林教授的合作就10拿9稳了。好，我明白了。冯总，你有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？我们公司马上就接手一个巨大的项目，到时候我公司的市值起码翻10倍，说不定能一跃成为江海市第1大企业。哎呀，冯总，你果然能力非凡，恭喜冯总。这次啊，我准备多贷2个亿。这个是不是有点多呀，冯总？陈行长，咱们的关系很好，这次我不贷2个亿了，我要贷5个亿。5亿？您确定？我当然确定。冯总，太感谢你了，我这回去马上就给您办。冯总，那他呢？他呀，赶紧让保安给他赶走。冯总，这辆车是谁的？是他的。他刚才开了辆破国产车跟我抢车位，还把我们冯总的新车给撞了。破国产车？孙小姐，这可是挂着特殊牌照的红旗轿车，看这车型应该是给重要人物定制的特供款，根本就不是一般人能开得起的。陈行长，您这8成是看错了，这只不过是一串数字好的车牌而已，这花点钱就能买到。现在的人啊，就喜欢搞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来撑场面。就是啊，陈行长，他就是个种地的，不可能开得起你说的那种车。这怎么是能够种地的开的呢？这辆车的车牌代表的不仅是个人财富，还是普通人无法企及的身份和地位，就算有钱也根本买不到。我记得全江海市好像只有1辆。喂，帮我查一下江 A5个8是谁的车？陈行长，你也太大惊小怪了吧，这只不过是辆普通的国产车。什么？你确定吗？好。陈行长，这是谁的车呀？对不起，领导，我不知道是您。领导，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不知道您在这儿多有怠慢，还请您不要怪罪。陈行长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干嘛对他这么客气？冯总，他就是那位领导，这辆车就是他的专属座驾。这位领导就是周科长的领导，我们银行的重要贵宾啊！陈行长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你没有搞错吧？我怎么会搞错呢？车辆还有车辆信息，我的人已经确定800遍了，绝对不会有错的。您确定吗？我确定。孙小姐，你把领导的车给撞了，这回你的祸可闯大了。冯总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那个是领导的车。不要慌，他不是领导。冯总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就不要开玩笑了。这辆车就是领导的车，而他就是那位领导。我没开玩笑，领导是个男的。陈行长，你被这个女人给耍了。我虽然没见过这个领导，但我敢100%确定，这领导就是个男的。请问你是周科长的领导吗？我不是他的领导。我就知道你这个臭种地的不会是领导，还居然敢冒充领导来吓唬我们，你真是胆大包天！我现在就报警告你招摇撞骗，把你抓进去。等一下，这样，为了让陈行长放心，我现在就给周科长打个电话确认一下。喂，周科长，哎，这个领导的车
是不是江海5和8呀？对呀，那这辆车在什么地方？是啊，被许教授开回去了。什么？他是许教授？不对，绝不可能。许教授做了这么多丰功伟绩，主导的几个项目都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价值，肯定是个德高望重的老前辈，不可能这么年轻。周科长，我再冒昧的问您一下，这许教授是男的是女啊？科长，明天庆功宴的礼服已经准备好了，您看是黑色的还是蓝色的？蓝的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冯总，周科长他说什么？周科长跟我说，领导的车被许教授开走了。那他不是许教授？不是，周科长和我说了，这许教授是个男的。那这个车不是他的，那他怎么开领导的车？那还用问吗？那就说明这辆车是他偷来的。你这个女人真是胆大包天，连领导的专车你都敢偷。不止呢，陈行长，他还把领导的车给撞了，罪加一等。许青怡，你连领导的车都敢偷，那可是重罪，我一定会让你牢底坐穿的。报警！不用麻烦了，冯总，我刚好回去，顺路把他送到执法局去。车不是我偷的。许青怡，我真庆幸没跟你这种谎话连篇、偷鸡摸狗的女人在一起。陈行长，这个女人交给你了，一定让她受到应有的惩罚。包在我身上，冯总。哦，对了，您那5个亿的贷款，我回去马上就为您办，这几天就打到您公司账上。那就多谢了，陈行长。不客气。明天的庆功宴事关重大，尤其是许教授，咱们俩一定要好好招待他。现在咱们就给许教授准备礼物。是的，冯总。车不是我偷的，我是借的领导的车。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说的话吗？你一个种地的，岂能认识领导？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。我说的是真的，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现在就打电话。领导那可是日理万机的大人物，我岂会因为这点小事去麻烦他？我看你呀，就是死鸭子嘴硬，一会儿等到了执法局，我看有你好受的。走，跟我走！你不能这样对我。我呀，偏这么对你。我今天呢，可是双喜临门，不仅帮银行拿了5个亿冯总的大单，而且还抓了你这个偷车贼。明天庆功宴上，领导啊一定会夸奖我的。到时候我就去总行当行长。你不辨是非，助纣为虐，别说是总行行长，我看这分行行长你也别想再当了。你就是死到临头了还嘴硬吧？我看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连领导的车你都敢偷。我劝你有时间啊，还是好好想想吧，这往后余生在监狱里怎么过？把他给我带走。你又是谁呀？你该不会是跟这个死丫头是一伙的吧？好啊，既然你今天送上门来，那我就把你们一网打尽，一起送给领导，听候发落。你是谁？敢打我？领导，怎么会是您？领导，我不认识您。许教授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许教授，领导，还好你来得及时，不然我就要被当成偷车贼给带到执法局了。瞎了你的狗眼！领导，这肯定有误会，领导我错了。瞎了你的狗眼！领导，都是误会，领导。你是哪个单位的？叫什么名字？我是江海银行副行长，我叫陈月。你已经被开除了，以后你不是什么副行长，这个行业也不会再用你了。领导，我错了，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哥是正行长陈立，我求你看在他面子上高抬贵手，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求你了，我真的错了。领导识人不明，管教不严，告诉你哥，他也被开除了。来人，把他带到执法局，告诉局长一定要严肃处理。领导，许教授。许教授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事情是这样的，冯浩文的秘书呢撞了您的车。冯浩文简直无法无天，我这就带人把他公司查封，给你出口恶气。不用，领导，明天他会来参加我的庆功宴，到时候我自己收拾他。也好，
总督大人说你贡献巨大，明天他要亲自给你颁奖。明天我先去接总督大人，然后再去找你。我先接个电话。好，那我先去处理。喂，爸，相亲怎么样了？老冯儿子的条件相当不错，你可得好好把握。黄了，人家看不上我。我就知道，跟你说了多少遍，让你一天到晚别搞你那些什么生态。那不是生态，那是生物学，都一个意思。人家一听你是个搞种植的，肯定会嫌弃你没前途、没出息，所以才看不上你。不是爸，你跟他们说我是搞种植的，难道不是吗？你整天和那些花花草草、瓶瓶罐罐打交道，不是种植是什么？怪不得他们说我是种地的。哎，不过也无所谓了，反正现在是我看不上他，也不是他看不上我。哎，对了，爸，明天你记得带上我妈到城里参加我的庆功宴。啥庆功宴？种出啥宝贝了，还能开庆功宴？行了，你到时候就知道了。先这样吧。周科长，您是说总督大人也过来对吗？总督大人特意过来给许教授颁奖，我和领导正在去接总督大人的路上。那这个许教授什么时候到啊？许教授回家了，可能晚点才能到。等他到了，你务必要好好招待，千万不能出现任何岔子。好的，周科长，我明白了。那位许教授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啊，创造了足以改变人类历史的风光伟绩。但他本人从来没有在任何公共场所露过面，真是低调过人啊。是啊，这外界的人都不知道这位大名鼎鼎的许教授究竟长什么样。今天我们可真是一睹真容了，这可是天大的荣幸。冯总，我听到风声说你已经拿到了和许教授的合作权，难怪今天股市一开盘，你们公司的股价就一路飘浮，真是势不可挡啊！大家的消息可真是灵通啊。冯总，这么说，您今天拿到合作权的事儿是真的了？那可是今天商界最大的新闻了。肯定是真的。昨天我去银行办事，听陈行长说，冯总一口气贷了5个亿，这么大手笔，肯定是要大干一场啊。所以冯总的公司股价才会涨那么多。冯总，以后可得好好关照一下我们呀。是啊，冯总，这么大项目，您吃肉可带兄弟们喝口汤啊，一起发财。这么大的项目，我一个人肯定是吃不下的。如果大家有意愿，欢迎大家入股。到时候这个项目赚钱了，我会给大家按比例分红的。我投资了，跟着冯总肯定稳赚。送一个，送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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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。冯总，这些是我特意为许教授父母准备的一些小礼。这红花翻龙瓷价值200万，黄纸洋玉盘价值300万，还有这套盛世家园的江景大平层价值2000万。2500万的见面礼，冯总真舍得下血本啊！哇，冯总好大的手笔啊！相比我们以后赚的钱来说，不过是9牛1毛啊！冯总，我现在就跟你签合作协议。既然大家这么瞧得起我冯某人，夫人，如果大家想跟我合作的话，就在这份协议上签字。不过每个人只能投资3000万。贾总，你不看这个就签字，万一赔了怎么办？李总，你这么说的话，是完全不了解许教授的项目。这个项目只会赚钱，而且是大赚特赚。所以我和你们签的不是汇款合同。如果大家在这个项目里亏钱了，我冯某人3倍的赔偿。我都这么说了，大家还有什么好犹豫的？我投3000万，我也投，签我也签，还有我，我也投3000万，我也签，谢谢冯总，给我也来一份。投我，你打开投我。冯总，这不是昨天那个不识抬举的女人吗？她怎么来了？你来干什么？你是不是知道今天是对我来说十分重要的日子？你故意跑来捣乱，想报复，没想到你心机这么深。
你是不是有被迫害妄想症啊？行了，说什么都没有用。我告诉你，就算我想结婚，也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淑女。我最看不惯的就是你那种家世不同，还爱耍心机的心机女。把她给我赶出去，别在这碍我的眼。来人，把她给我抓起来！你敢？这一巴掌是赏你的。今天可是许教授的庆功宴，你不知死活敢来这里闹事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不就是一个想攀高枝的破种地的吗？你再看看我们冯总身边，都是一些名媛白富美，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，还妄想跟我们冯总相亲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，配不配？冯总，这个女人是谁？她呀，家里原本安排了我们相亲，我没看上她，她怀恨在心，故意来捣乱。这个女人也太不要脸了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。你们别太过分！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，还敢多嘴！住手！女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妈。为什么打我女儿？还叫了帮手过来了。徐教授马上就要到了，别在这跟他们废话，把他们都给我赶出去！你不是老冯的儿子吗？我女儿哪里得罪了你？就算你看不上她，你也不能动手打人呢。是你这个女儿死皮赖脸的纠缠着我，我最看不惯的就是她这种不要脸的女人。我女儿哪里配不上你？我随随便便就能拉来10几个亿的投资，马上就能成为江海市的首富了。她就是个破种地的，连我的脚趾头都配不上。是你配不上我，你还敢顶嘴？行了，许教授随时会到，别跟他们在这儿浪费时间，把他们一家人都给我丢出去。把他们全部都给我丢出去！冯浩文，该出去的人是你，我让你多嘴。你们还有没有王法？我们冯总就是王法，你这个老东西居然还敢瞪我！你动我一下试试，我要是少一根手指头，你们这一家人就别想活着离开江海。我就知道你们不敢，你们就是社会最底层的废物。你不敢，但是我敢。爸，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这2个碍事的老东西给我拖出去！如果他们不听话的话，就打断他们的手跟脚。别碰他们！你放开我吧！你放开！爸，你放开！你快让他们把我爸妈放开！把你这脏手给我拿开！你竟然打碎我给许教授准备的礼物！是他推我，没想到心肠这么歹毒。冯总，他就是故意的，他就是不想让你跟许教授和。你知道我们冯总费了多大的劲儿才弄到这些东西吗？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歹毒？你想害死我们吗？就是啊，我们刚投了钱你就过来捣乱，你也太歹毒了吧！我没有，明明是他先推的我。我们都看见了，你还在狡辩。昨天晚上你撞了我的车，我没有让你赔偿，已经对你网开一面了。没想到你恩将仇报，跑到这里坏我好事。你这样的女人根本不值得同情。冯总还跟他们废什么话？直接报警，把他们一家都抓走吧。对，报警！报警！你这些东西多少钱？我赔给你。赔？那个瓶子值200万，那个盘子值300万，一共500万，你拿什么赔？你一个花瓶，一个盘子，怎么这么贵？那个花瓶和盘子都是官窑做的，不是你家里买的地摊货，你拿什么赔？我们家哪有那么多钱呢？真晦气！把这个老东西给我扔出去！小冯，你就看在我和你爸相识一场的份上，你就高抬贵手，别再追究了。少拿我爸来压我！我告诉你，今天对我最重要的就是徐教授。你知不知道我费了多大力气才搞到那2样东西？
却被你女儿给毁了。就算我爸来求情也没有用，我今天必须把他送进去坐牢，送他去监狱，让他赔钱，赔不起就滚去坐牢。这种人绝对不能姑息。报警！没事儿，爸。喂，司法局吗？冯浩文，是他故意推我，还打了我爸。你现在立刻马上让他给我爸道歉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明明是你们摔坏了东西，还在这块诬陷别人。就是你故意推的。你个老东西，我打你就是给你面子。现在你赶紧让你女儿给我跟冯总道歉，简直无法无天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冯总就是王法。好，现在就给领导打电话，让他过来，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法。又来这套，你假惺惺的吓唬谁呢？要不是昨晚我宽宏大量，昨晚你就走不了。今天还敢来许教授的庆功宴捣乱！来人，给我打！你敢？给我往死里打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让他们出手！这是你们咎由自取。给我狠狠的打，打到他们跪地求饶为止。就你们这群死穷鬼，我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？有本事就去制裁我呀！刚才你不是说了吗？要叫领导过来，我要看一看你的这位领导能把我怎么样。行了，差不多就够了。一会儿许教授来了，看见这些也不太好。姑娘，我们斗不过他，咱们还是走吧。让你们走了吗？想走没有那么容易，给我抓住他们！冯总，这毕竟是个女人，是不是太残忍了？要不还是算了吧。就是因为她是个女人，才敢这么肆意妄为。冯总，您说的对呀，像这种人就应该给他点教训，让他长长见识。你说我怎么这么看你不顺眼呢？你现在就给我跪下，你会后悔的。我后悔？给我按住他！哎呀，你看我的迹象，给总督大人带的见面礼和我的令牌都落在了办公室。这样吧，你先回去取一下，等一下我们酒店集合。好的，领导。这个女人居然敢殴打许教授，快去酒店！不要欺负我女儿，我求求你放过她吧。放过她也可以，那你来跪。爸，别跪！爸，别跪！我现在按你的要求，我跪下了，求你马上放了我女儿。放了她可以呀，不过我现在要让她给我跪下。住手！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让她跪！你又是哪儿冒出来的？竟然敢管本小姐的闲事儿，给我把她轰出去！10年的太极啊，可不是白练的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居然敢打我！我管你是谁，我从来不打女人。今天，这一巴掌打你仗势欺人，狗眼看人低；这一巴掌打你蛇蝎心肠，不知死活；这一巴掌打你欺善怕恶，没有教养。哎，太久没活动了，身体都硬的。领导，你没事吧？要不要先坐下休息一下？哎，没事。他们都是谁呀？这么大胆子，连你都敢打？他就是我爸给我介绍的那个相亲对象，冯氏集团的老板冯浩文。你就是冯浩文？你的人砸了我的车，本来我不想跟你计较，但是你纵容你手下行凶，罪不可恕。现在马上赔偿许教授3000万，并且公开道歉，否则我将追究你刑事责任。
你就是许清怡的同伙？你们好大的胆子，连领导的车你都敢偷？什么？那是我的车！你的？那是我的车！你的？那可是特供的红旗车，不对外销售的。他值多少钱你知道吗？就凭你也开得上这种车？看清楚！电台忘记拿出来了。睁大你的狗眼，给我看清楚！好啊，你不但偷了领导的车，连领导的车牌你都敢造假，这是罪加一等。亏你还是上市公司的老总，你有脑子吗？我就是你口中的领导。你是领导？我今天一定要执法部门严惩你们。冯总，慌什么？领导去接总督大人了，不可能出现在这儿。他呀，就是故意吓唬咱们。哦，我把这个事儿给忘了。许清怡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找人来冒充领导！他连领导的车牌都敢造假，他有什么不敢的？幸好有冯总在，要不然我们都被他们给骗了。你们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啊！连领导都敢冒充。他就是领导，他是领导，会亲自救你这个破种地的吗？你还真把自己当成许教授了？对，我就是。你是什么事啊？陈行长昨天没把你送进监狱，你今天就找个同伙想讹我的钱是吗？真是无耻下作，能想到这么下三滥，这种人就该给他送进去。冒充领导是重罪，真是不要命了。各位，这个人找人假冒领导，试图敲诈勒索，我现在就把他们两个抓起来，等领导来了，让领导亲自发落。住手！我就是领导，我告诉你，你是人犯罪。这领导跟周科长正在接往总督大人的路上，你要是再敢嘴硬，我就让他们扇你的嘴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冒充领导的下场。住手！他真的就是领导，你们这么做会后悔的。他要是领导，我就是玉皇大帝。小房，我和你爸是多年的朋友，是他让青怡来和你相亲的。你看在你爸的面子上，就高抬贵手，放过我们吧。让我和这种女人相亲，简直就是对我冯浩文的侮辱。我现在宣布，你和我爸的约定失效了，我这辈子绝对不会娶许清怡的，你死了条心吧。住手！浩文，谁让你自作主张的？妈，嫂子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儿子和我女儿之间可能有什么误会，你现在让他把人快放了吧。浩文呐，你叔叔是带着他女儿跟你来相亲的，你看你怎么能这么对待他们呢？你快把人放了。不能放。董事长，您有所不知，这个女人她不仅偷了领导的车，她还找人来冒充领导欺骗我们，被我们冯总知道了，还打算打我们冯总呢。什么？竟然有这种事儿？没错，这些大家都看到了，所以这种女人我是绝对不会要的。这绝对是误会，我女儿从小就很懂事，是不会做这样的事啊。她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一清二楚。就算我在大街上随便找个女人，我也绝对不会看上她的。嫂子，你不用再说了，我原本以为你们是个本分家庭，没想到你女儿竟然是这样，她不配进我们冯家的门。不是的，嫂子，那真是误会，所有人都看到了，哪来的误会？嫂子，我们认识这么多年，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应该很清楚。妈，别跟他们废话了，我马上就要跟许教授合作了。许教授最讨厌的就是这种偷鸡摸狗、招摇撞骗的女人。要是让许教授知道我跟他们有牵扯，这一气之下不跟我们合作了，咱们冯家损失可就大了。嫂子，你当初3番5次托人说媒，让他们见面，现在你儿子看不上我女儿，没关系，我们也不想高攀，可你却倒打一耙，你的良心让狗吃了。你还好意思说呢？你逢人就说你女儿多么优秀，我还以为咱们两家门当户对呢。我现在才发现，你就是在吹牛，你女儿啊根本配不上我儿子。妈，他们那么说，就是故意往自己脸上贴金的，好让他接近你。这样的伎俩我见多了。徐永山，
从此以后咱们两家一刀两断。不用说了，是那冯浩文配不上我。各位听到了吗？我堂堂冯氏集团的总裁，他说我配不上他。哎呀，这真是我今年听过最好笑的笑话。我儿子是拥有上百亿身价的总裁，家里的卫生间比你家的房子都大，有什么说我儿子配不上你？有钱了不起呀！妈，许静怡敢这么说，是觉得自己没面子。这到底谁配不上谁？大家是有目共睹的。冯浩文，等一下你知道了我的身份，希望你别吓一跳。你个偷车贼，能有什么身份呢？来，说出来，吓死我！我就是许教授。你说什么？你是许教授？你说什么？你是许教授？没错，他就是许教授。你们这群有眼无珠狗东西，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许清怡，你知道在整个江海市能让我忌惮的人不多，一个是总督大人，一个是许教授，所以你就冒充许教授来吓唬我，对吗？但是很可惜，昨天我给周科长打过电话，他告诉我许教授是个男的。找人冒充领导不成，还故技重施。你现在还想冒充许教授，你真是胆大包天。许清怡，你是觉得我没脑子吗？你别仗着大家都没见过许教授本人，就在这里信口雌黄，胡说八道。这里的人是不会相信你说的话的。我就是许教授，万能人造血液就是我发明的。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可以现在就给周科长打电话核实。这我们冯总昨天就已经打过电话了，分明就是你在这拖延时间。怎么怕了？不敢打了？好，既然你不见棺材不落泪，那我就再给周科长打一个电话，让你彻底死了这条心，让大家看看你这个骗子是怎么被当场。喂，周科长，我跟您汇报一件事情，这里有人偷了领导的车，还在许教授的庆功宴上冒充许教授。岂有此理！现在呀，冒充许教授招装骗的人很多。上个月呀，就有一家公司被冒充许教授的人骗了3000万，到现在也没抓住。没想到啊，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，连领导的专车都敢偷。这个人口口声声说自己是许教授，还让我现场给您打电话确认，这态度啊，极其的嚣张。你把电话给他，我倒要看看何方神圣，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。就是你冒充许教授是吧？你给我等着，我现在就过来收拾你。你可知道我是谁？不管你是谁，你既然敢冒充许教授，就是犯了死罪。你给我等着。冯总，你把这个骗子给我看好了，我非亲自收拾他不可。好的，周科长，这里的人已经被我控制住了，他们插翅难飞。你确认一下，这许教授到底是男还是女？周科长，我再跟您确认一下，这许教授到底是男是女啊？我昨天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许教授是女的。喂，这手机怎么还没电了？周科长怎么说的？啊，周科长说了，这许教授啊是个男的。许静怡，这下你总该死心了吧？你下回撒谎之前，能不能先动动你的脑子？我没有撒谎，还说没说谎？你这个骗子，真是无耻到了极点！不会再有人相信你的鬼话了。你们给我等着，我这就给老周打电话。老东西，我不想跟你浪费时间，你打。老周关机了。刚刚冯总才给周科长通过电话，怎么到你这儿就关机了？你说你这谎撒的也太没有水平了吧！这回我们啊是都不会再相信你了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我一定会收拾你的。等周科长来了，看看他收拾的是谁。总督大人，有人在许教授的庆功宴上闹事儿，目无王法，以下犯上，不仅打了我，还打了许教授。什么？
谁这么大胆，连许教授都敢打？难道他不怕株连九族吗？好，这么拙劣的演技，你想骗谁呀？总督大人正在来的路上，领导正陪着他呢。你是不是想再找个同伙来骗我呀？没那么容易。你们这些骗子还真是防不胜防。要不是冯总知道总督大人和领导的行踪，要不然我们都被你给骗了。他们就是团伙作案，这同伙还不知道多少个呢。只要我们提高警惕，长点脑子，就不会被他们给骗了。冯浩文，你完了，等着总督大人来收拾你吧。你什么东西，竟然敢威胁我们冯总！来人，把他嘴给我堵上！看这个就知道我是什么身份了。维修单？没错，这就是我那辆红旗车的维修单，上面盖着维修中心的章。这下知道我是什么身份了吧？我命令你放了我们！300万！许清怡，你连道具都准备的这么充分，还伪造维修单，金额还填的这么离谱，你这分明是早有预谋。这种人简直社会败类，毫无底线，应该严惩。偷了领导的车不说，还利用领导的车讹诈钱财。冯总，报警吧，把他们都抓去执法局。周科长马上就要到了，等他到了，自然会收拾这个胆大包天的骗子。我再说一遍，这张维修单是特殊车辆维修中心专业人士出具的，千真万确。因为车辆配备了非常专业的防伪系统，所以维修费用才会这么高，这不是伪造的。许清怡，你为了讹钱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！今天是许教授重要的日子，我不想在这里把场面搞得太难看。念在你我两家之间的情谊，你现在跪下给我道歉，我也许还能放过你。兴许等周科长来了，该跪下认错的人是你。哇，冯总，你们的股票又涨了，已经连续涨了3个涨停板了。冯总的公司马上就要跟许教授合作了，将来一定一飞冲天，飞黄腾达呀，冯总。冯总，你以后可千万不能忘了我们这些老朋友啊。冯总，您提前跟各位老板庆祝一下吧。各位，为了我们的荣华富贵，一起庆祝吧。冯总，股票又升了，它又升了。果然，投资了冯总的公司，就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。这才短短半天时间，我就赚了几百万。我也赚了，谢谢冯总给我们这次机会啊！各位，淡定，这只是开胃前的小菜。等我和许教授正式签约了，到时候别说一天挣几百万了，一天挣个几千万都是有可能的。冯浩文，你公司的股价很快就会跌停。你就是见不得我好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我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会后悔。周科长马上就要到了，你的死期也到了。死期到了的人是你，还敢嘴硬？赶紧把他们给我带到旁边去，免得一会儿许教授来了，看到这里乱糟糟的，失了礼数。周科长，您总算是来了。领导呢？怎么没来啊？我去帮领导拿了下东西，他自己去见总督了。算算时间，他应该早就到了呀。没有啊，那可能是路上耽搁了吧？你不是说有人冒充领导吗？人在哪儿？快把人带上来！周科长，您一定要严惩他们。他们不仅偷了领导的车，而且还伪造维修单。幸好我们冯总英明，拆穿了他们的阴谋，要不然不知道有多少人被他们骗呢。这些骗子简直无法无天，我一定要严惩不贷。周科长，就是他，就是这个人，他冒充领导，还伪造维修单，试图敲诈我，我当场就拆穿了他的阴谋。你个狗东西，
竟敢这样看着周科长，你活腻了！你科长，这种事儿就不劳您费心了，我来就行，要不然我再揍他几顿，替您消消气。对不起，领导，来晚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周科长，他就是个冒牌货。冒牌货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难道你认识他？告诉他们我是谁。这位就是我的领导。什么？周科长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啊！谁跟你开玩笑了？难道我连我的领导都能认错吗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领导不是去见总督大人了吗？他肯定是个冒牌货！看看你干的这些好事儿，连我的行程安排都敢泄露，让这些小小之辈有机可乘，我的名誉全让你毁了！领导，对不起，是我失职，是我工作有疏忽，才让您受这么大的委屈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领导不是去接总督大人了吗？本来我是去接总督大人的，半路上看到你们持枪凌弱打人的视频，这才改变了行程。我如果没来，都不知道江海现在还有你们这种目无法纪的害群之马。打电话叫执法队过来。别，领导，咱们之间一定有什么误会，我真的不知道是您的，对不起，我给您道歉，您就放我一马吧。现在知道道歉了，晚了。我如果不把你们这些人绳之以法，我如何向江海的百姓交代？打电话。总督大人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有点事情耽误了，没能亲自去接您。没关系，你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总督大人，这之间肯定有什么误会，我也是听信了小人，才冒犯了领导。没有误会。周科长，给巡防队打电话。是，总督大人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愿意做出赔偿，只要领导不再追究我的责任，我愿意捐出1个亿，用于江海市的建设。你以为钱是万能的吗？我身为江海总督，维护的就是法纪，守护一方安宁，绝对不会因为钱与你这种人同流合污。那就2个亿。总督大人，有了这2个亿，你可以为江海市增添多少民生工程，又可以为多少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呢？这不仅是实打实的政绩，也对您日后的升迁有莫大的帮助啊！冯浩文，你以为我是什么人啊？你不仅殴打公职人员，现在又多了一条贿赂总督的罪名，立刻给执法局的人打电话。我劝你不要不识好歹，你信不信我立刻叫人撤你？哈哈哈，撤我的职？冯浩文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这个资格？总督大人，我看你还没分清局势吧？我可是受到徐教授的青睐，即将跟徐教授达成合作了。徐教授是什么样的人啊？举国轰动的大人物，只要他一句话就能撤了你的职。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就丢了自己的饭碗。只要你跟我道歉，今天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。冯浩文，你不提许教授，我还差点把他忘了。既然你口口声声说得到了许教授的青睐，那今天不妨当着大家一起来见一见这位大人物。有请许教授。总督大人，他就是个冒牌货，根本不是什么许教授。许教授，您这是……总督大人，你怎么也被这个女人给骗了？他就不是许教授。这周科长之前跟我说过，这许教授是个男的。不信你问周科长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许教授是男的？总督大人，我从来没说许教授是男的。您之前明明就说过呀，还不止1次呢。我什么时候说的啊？我之前给您打过2次电话，跟您确认徐教授是不是男的，您都说是啊。当时我的人拿着一套黑色的西装和一套蓝色的西装让我选，他问我选黑的还是蓝的，我说蓝的，蓝色的蓝，可不是说许教授是男的。不可能，我刚刚给您打电话，您明明告诉我这许教授是个男的呀，这大家都听到了，你们没听到吗？刚刚你打电话的时候，我手机没电了，我可什么都没说。我没听到，我也没听到，我们都没听到。你们呢？说话呀！你们都哑巴了吗？我警告你们，当着总督大人的面撒谎可是要负责任的。你们够了！我今天来是专程为许教授颁奖的，
难道我连许教授本人都不认识吗？现在我为大家正式介绍一下，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位，就是发明了万能人造血液，拯救了无数生命的许清怡许教授。我刚才打了许教授，完了，全完了。他怎么可能是许教授？他是许教授。对不起，让您受委屈了。您告诉我，是谁把您打成这样的？他们也有份儿。你们好大的狗胆，竟敢连许教授都敢羞辱！你们今天有一个算一个，谁也别想跑！许教授，您说怎么处置？许教授，哦不，青怡，这些都是误会，天大的误会啊！误会？我和我爸妈当众被你羞辱打骂，你管这叫误会？青怡，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，您就是许教授啊？这早点跟我说，不就没有这些事儿了？我说了，领导也说了，可你信吗？领导，您的车我已经帮您停在楼下。你来的正好，告诉他车是什么车，维修费用是多少。领导的这辆车是红旗国礼的最高规格定制版，不对外销售。车身采用特殊合金和防弹材料，3轮造价已经远远超过劳斯莱斯。光是车身上的这些划痕，就需要从原厂调配特殊材料进行无痕修复，加上电子系统的内部损伤和震动，维修费一共300万。300万？我不知道那是领导的专车，我只知道那只是一辆普通的国产车。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你不仅撞了领导的车，还把车砸成那个样子，等着赔钱吧。可我没有那么多钱啊，我1个月的工资还不够买一个车灯的。冯总，你帮帮我，你要是不帮我的话，我就真的完了。青怡，冯先生，我们不熟，请叫我许教授。好，许教授，舒然他只是一时冲动啊，他是不知情的。您这么大一位教授，也不缺这点钱，要不您看在我的面子上，这事儿就算了吧。你的面子，我们的账还没有算呢，为什么要给你面子？冯浩文，你不是一直说要跟我合作吗？那我现在就正式的通知你，我永远都不可能跟你合作。这完了，全都完了。青怡呀，这事儿你也不能全怪浩文呐。那你的意思是，如果我是许教授，那么就可以被你们尊重；如果我只是一个种地的，那么就活该被你们欺负、羞辱、打骂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今天谁来替冯浩文说话都没用。青怡呀，你看我跟你爸都是多年的好朋友了，这件事儿别搞得那么僵吧。您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，您亲口说的婚事取消，还不让我爸跟别人说认识你，并且您儿子刚才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以我的身份根本就配不上他。哎呀，那都是我口无遮拦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不好意思，您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当真。老许呀，劝劝你闺女，看在我们两家这么多年的交情的份上，别把这婚事搞砸了。你是谁？我不认识你，我们以后也不要往来了，我们高攀不起你们冯家。妈，你求他干什么？许清怡，我劝你最好考虑清楚，我公司的股价正在一路飙升，7天之内市值翻倍是板上钉钉的事。想跟我合作的人从这里排到了法国。我之前就说过，你公司的股价很快会跌。你说跌就跌吗？对，我说跌就跌。怎么会这样，冯总？冯总，你们公司的股票还在跌，又跌了20%。完了，全跌停了，完了，全完了！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样？冯浩文，你之前公司股价一直上涨，是因为你让人散播出消息，说要跟我合作，对吧？青怡，
我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次机会，我会弥补你的。冯浩文，我代表江海市政府正式通知你，从明天起，江海市政府将全面解除与你公司的所有合作，包括正在进行的5个项目，以及即将签署的所有的融资协议。不行，总督大人，你不能这么做，这些项目关乎到我公司未来10年的发展啊！哼，这是你咎由自取，我的钱全打水漂了，你得赔给我。冯总，我在你公司投了几千万，现在可怎么办啊？我们可是签过对赌协议的，上面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如果项目亏了钱，你可要3倍赔偿我们。青怡，我向银行贷款5个亿，这5个亿全都花完了，还有这些老板，我也收了投资，这合同都签了。你要是不跟我合作的话，我的资金链会断掉的，我全都赔了，我的家产全都没了。现在知道怕了，早干什么去了？就算你倾家荡产，也跟我没有半分的关系。青怡，你看在咱们2家交情的份上，你不能这么狠心的对我。刚才我爸也是这么说的，可是你说不能拿他们的关系说事儿，冯先生。都怪你，都怪你这个贱人，你砸了人家的车。冯总，要是没有您的旨意，我也不敢这么做呀。闭嘴，你给我闭嘴！就是因为你，就是因为你得罪了青怡。青怡，我根本就不知情，我是被他给蒙骗了。这样，我现在就把他开除。你现在被开除了，马上给我滚！可是领导的车怎么办？领导的车是你砸的，要赔你自己赔。冯总，我为公司鞠躬尽瘁这么多年，也为你处理了不少的脏活累活，你不能这么对我呀！你还好意思求我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能落到这个地步吗？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都是你害的！我现在恨不得杀了你！青怡，我之前是被这个女人所蒙骗了，这些事情我都不知情啊，所以才说了那些混账话。其实我很在意这门婚事的，你能不能把之前的事情都忘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？你觉得我会原谅你吗？今天的事情是我做的不对，这样吧，您开个价，只要您能消气，就多少钱我都不会还价的。你是不是觉得什么事情都能用钱解决？之前我也见过不少所谓的硬茬，不过像你这种目无王法、狂妄自大的人，我还真是头一次见呢。你真该庆幸你没有对我做过更越界的事儿，否则你的下场就不是现在倾家荡产这么简单了。我都已经这么跟你道歉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难道要我跪下给你赔罪吗？好啊，那你跪。是我错了，我真心向你道歉。可是你刚才当着所有人的面说这辈子都不会娶我这样的女人，让我不要痴心妄想。而且你还说，就算从大街上随便拉过来一个女人，你都绝对不会看上我。那是我胡说八道的。别说了，冯家等着覆灭吧。别呀，这都是他自己干的，跟我们冯家，跟我们公司没关系。你儿子的人不仅撞了领导的车，还打了领导，而且刚才还当着所有人的面贿赂总督大人，这里的每一条都足以使你冯家覆灭。逆子，你以后任何事情跟我们冯家无关。冯浩文，你立即给总督大人认罪，不要牵连我们冯家。你居然这么对我！今后你不是我儿子了，我要大义灭亲。总督大人，这个逆子任你处置，但请你高抬贵手，放了我冯家。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冯家，现在你竟然想抛弃我！如果我完蛋了，冯家也没有好过。许教授，总督大人，如果你们肯放了我，我就把冯浩文这些年做的所有肮脏事情都说出来。孙淑然，你这个贱人，你敢出卖我！是你不仁的，你就别怪我不义。我掐死你！冯浩文，你的死活我们管不了，
赶紧把钱还给我们！对，我们不要你3倍赔偿了，把本金还给我们，就让我们自认倒霉。赔钱，给我赔钱，快点！我的钱都赔光了，哪有钱给你们呢？好，没钱是吧？那就用你的命来赔！打！抓住他们！青姨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原谅我吧！只要你肯原谅我，你让我怎么样都行。自作孽不可活。冯浩文，你今天必须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你非要把我往绝路上逼吗？逼上绝路的是你自己。青姨，你别欺人太甚，你别忘了，这里是江海，就算你有通天的本事，强龙我压不过地头蛇。那你这是在威胁我了？你要是把我逼急了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，大不了一丝网破。你说反了，不是你不放过我，而是我不放过你。冯浩文、孙舒冉，你们蓄意伤害许教授，罪大恶极，把他们拿下。青姨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求你再给我次机会吧。许教授，我愿意给你当牛做马，你就饶了我吧。下半辈子在监狱里面好好反省吧。带走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不想做了，我不想。徐教授，闹事的人已经带走了，现在请您上台领奖吧，请。许教授，祝贺您。